无论本邦还是海汉，唇齿间感悟到的是难以解开的老上海情愫。实力演员汤金木化身可爱小厨娘，分享她的美食记忆，更邀请知名主厨带来这个春天最清新的味道。一切精彩尽在本期粤美食。时间就像一个魔法师一样，可以将食材的味道升华，将时间收藏，将美味典藏，将美好的时光留在记忆中。世间千般情感皆有温度，世界万众食材亦有性格。一餐就是一场修行。今天我用自己的方式诠释酸甜苦辣。干炒河粉其实是结合了我们老家的一道菜，叫做炒米粉。每天早上的早餐就是炒米粉，然后我们的主食也会有炒米粉。因为我们现在不在老家，所以我就改良了一下，我就把米粉换成了河粉。炒河粉基本上都是配牛肉嘛，但我今天准备的是猪里脊肉，所以今天大家就期待一下我制作的干炒猪里脊河粉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汤金妹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粤美食的厨房。把水先烧开，然后我们先把我们的豆芽拿热水焯一下。这个豆芽呢，大概需要焯1分钟左右，等它软掉就 OK 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水已经开锅了，所以可以焯一下我们的油菜。我觉得拿手掰着会比刀切着吃得舒服一点。这个颜色感觉正好。现在我们就要处理我最爱的猪里脊，先把它切成丝儿。好了，我们的肉已经切好了，现在把它放到小碗里，要调一下味道。好，那其实我们现在还可以再放1小勺料酒，这样让这个味道可以变得更好一点。那现在我们就打2个鸡蛋。好了，现在所有辅料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炒了。我要先把火打开，我们放油，把它捣开。好，我们可以把火稍微的开小一点点。我们先把它盛出来。哇，好香啊！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肉也炒一下，就着这个锅。好，差不多这样了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切一点辣椒。然后我们可以放小米椒了，可以爆香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把炒好的鸡蛋和肉丝，然后一起下锅，然后再放入米粉。我们要放一点老抽、酱油、盐。老抽和酱油呢，我们不能直接放上去，可以放在旁边。因为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米粉上色就会均匀一些。好香啊！特别是这个小泰椒的香味特别的浓，很辣。我们今天的猪里脊炒河粉已经大功告成了。好香啊！
浓厚的历史沉淀，使得上海成为一个独具魅力的城市。作为有多少条弄堂就有多少个故事的上海，自然也少不了一碗人间烟火的家。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美食，当然上海也不例外。我叫王学刚，从事厨师行业16、17年了，现在是我们礼仪店的厨师长。做上海菜我是03年开始接触上海菜的，到现在也有14、15年了。王厨并不是上海本地人，但10几年的操刀也足以让他充分了解并喜欢上这种独具魅力的味道。上海菜特点呢，它自己本身有2个很细微的区分。本帮菜呢，它主要是重糖设宴，以红烧或生煸见长。像海派菜呢，它主要是袭击多个菜系的这种烹饪技法或西餐的这种餐饮理念，使自己的这种品种繁多，别具一格，形成它自己的特点。其实今天我们做的7道菜，应该说技术最难、最考验厨师的，还就是八宝葫芦鸭。这道菜呢，相传是那个乾隆年间苏州有名的一道名菜。后面我们经过查阅以后呢，把它复制下来的。我们把八宝料的馅炒好以后，填在鸭子里面，把这鸭子塑造成葫芦形。定型以后呢，然后先飞水，飞回水让它皮收起来以后，再那个用油锅炸。说它是技术最难，并非空穴来风。据说每4只鸭子里就有可能因为形状不过关，不能上桌。炸完以后，咱们再炒，用葱姜、八角、香料煸出香味以后呢，加黄酒，再加那个点老抽，直接把它调成卤汁，浇在鸭子上面，一同蒸制。一个鸭子差不多1个半小时左右吧，就能蒸熟了。全程保持鸭皮不破，再填充8种馅料，做成葫芦的形状。鸭肉鲜嫩，馅心软糯疏散，滋味咸鲜香醇，着实考究功夫。越是看似平淡无奇，越能真正考验到功夫至深。像咱们的水晶虾仁呢，也是上海一道著名的名菜。这道菜呢有好几个特点。第一呢，漂洗的时候一定要有充足的时间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拉油的时候油温不能太高，低油温下锅，把虾肉拉成8、9成熟。3一个呢，调味炒菜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出锅快，这样才能包得住它的水晶，才能体现这虾仁的口感脆嫩的感觉。刚开始炒这道菜的时候，我们也炒失败过。你不是把虾仁拉老了，就是那个芡汁没打上去。后面呢，从跟上海师傅教你以后呢，也告诉我们了一些技巧啊这些东西，他慢慢的摸索以后，就掌握了这道菜的特点。虾仁本身或许并无特别之处，
但王厨在灶火边干净利落的厨艺，便把虾仁裹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衣着。基于对地域口味偏好的认知，同为南方人的王厨在每道菜出品的味道上尊重传统，而后便是一番别致的改良。上海老黄酱这道菜是上海地道的一道名菜，我们经过改良以后呢，把它做成一个味菜。这道菜呢，我们选用的是那个猪肉马蹄，一起打成肉泥以后呢，包在这个上海那个豆皮里面，炸制以后呢，再来烧制出来的。上海人仿佛骨子里有着一股精益求精的倔强，上海菜自然更当如此。将经典本帮菜演绎成真正的地道，还能让每一位老上海的口舌之欲得到满足，有时也需要花些额外的小心思。五方杂处，中西融合的老上海，也在顺应着时代的需求。海派菜的出现，就完整地诠释了复古老上海的沪风情韵。赏一曲苏州评弹，抑扬顿挫间，停下来享受老上海难得的海派诗味。咱们那个香煎俄罗斯海参呢，咱们是选用的俄罗斯的野生海参，用的是咱们国产的大虾仁，虾仁酿在海参里面，然后再经过煎烧出来的一道菜。锅一般我们都用那个平底锅煎吧，它这样的不能容易粘锅，也不容易糊，还煎得特别透，所以口感上来说就是很弹性十足。香甜可口，咸咸适中。上海人一年四季的餐桌上都少不了滋补鲜美的汤羹，对鲜的要求极高。多元化的海派菜也都毫不例外地基于着此点追求。咱们的冬蓉蟹粉也是根据上海人的口味，上海人都喜欢吃活蟹嘛，蟹粉类似的菜很多。这道菜呢是当年克林顿来访华的时候，锦江饭店的厨师给制作的，所以我们也把这道菜给复制过来。这道菜我们就选用新鲜的冬瓜、鲜活的河蟹，一定是鲜的。咱们先把那个冬瓜打完皮以后蒸熟，蒸熟以后再打成蓉，然后呢把河蟹煮完以后呢，用手剥的方式把蟹粉给取出来。锅里面加点清鸡汤，把味调好以后，加起冬瓜蓉一同烧开，然后勾芡。炒蟹粉的时候呢，咱们注意2点呢，
一是得要放点姜末，二个得要喷黄酒。然后把味调好以后，咱们再盖在这个冬瓜蓉上面，这道菜就好了。这道菜口感是那个河鲜的鲜味十足，冬瓜的那个香甜味浓郁。上海人他是饮食方面比较讲究营养的，像海淮菜里面，它也借鉴了很多别的菜系的有营养价值的菜品啊，这些也融入在里面。像我们的黄桃山药，也是接回了这个特点吧。黄桃呢，营养价值都很高，山药呢，它也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吧。它两者相结合起来呢，既能滋补身体，又能美容养颜。咱们用的是那个黄桃，打成黄桃酱。咱们选用的是那个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，这山药特别面，咱们蒸熟以后去完皮，把它打成蓉，然后做成球状，跟那个黄桃搭配在一起。黄桃的清香与山药的绵软，在唇齿间相互融合，甜而不腻，绵软而不干涩。而上海人本身对味道的偏甜喜好，也决定了每一道凉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丝清香的甜蜜。咱们青瓜片呢，主要考究刀工这方面。青瓜片的时候呢，咱们基本上成功率也不是很高，也是经过多长时间的磨练以后呢，才练就出来的。它大致呢在你片的时候啊，滚刀能片到1毫米左右，保持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咱们再用话梅加葱姜水，加点八角熬制出来。等它凉完以后呢，调一个酸甜汁，片好的青瓜片呢泡制在里面去，让它入味以后呢，跟这个菠萝结合在一起。上海在咱们中国近代史来说，算是第一个通商的口岸吧，因为它那个地方也经历了很多沧桑，也经历了繁华，有很多精彩的故事，也就是在上海发生的。用一句话来说，就是海纳百川。忙忙碌碌的生活，终究只是为了一口人间烟火。上海味道其实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演化的多种多样。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，也都有着对于老上海更为新意的感受。不论本帮还是海派，解不开的是一种关于老上海的情愫。乐观幽默，他总是用微笑面对每一件事情，认真执着，他将菜品的色香味融合到极致。从业20余年，他将各国美食熟记于心，并不断创新。他就是来自北京天伦王朝酒店西餐行政总厨田海。我是来自北京天伦王朝酒店的行政总厨田海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道意式风味的龙虾馄饨配浓干薏汁儿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首先我们先做一锅开水，然后呢我们把西芹随便切一点西芹 OK， 干葱1个，
切一点茴香头出来，把它斩碎，还有胡萝卜，一刀胡萝卜，欧芹的梗儿揪一点出来，拿一支非常漂亮的百里香放在这边，一颗柠檬。好，我们先把龙虾处理一下，然后下一步呢，我们和意大利馄饨的馅儿，水已经开了，我们把刚才切好的这些蔬菜放到了锅中，挤入柠檬汁儿。柠檬汁儿的作用呢是去腥的，然后倒入干白葡萄酒，迷人的海盐，黑胡椒。今天的主角请上来了，很鲜活的波士顿龙虾。好，我们开锅以后，把龙虾放进去，盖好锅盖。煮的时间呢，大概在5分钟就可以了。我们开始和馄饨的面皮，大概呢，在200克左右的面粉，取1颗鸡蛋，把蛋清分离，只要蛋黄，和面。我们的龙虾应该也是煮好了，打开看一下，哇，好漂亮！迅速的放入到冷水中。下面我们准备龙虾汁儿的调料，干葱，小干葱，也是切碎，大蒜，把它斩碎，芹菜，一点胡萝卜，不用太多，20克、15克就可以了。茴香头，嫩的地方呢，一会儿我们会调理馄饨馅的时候会用到。锅热以后，我们放入一点蔬菜油、黄油，先放入黑胡椒，我们放入切好的蒜末，把这些剩余的蔬菜全部放进去。我们把蔬菜炒软，趁炒的功夫呢，来处理一下龙虾，把龙虾的钳子掰下来，去肉，打开虾头，你看到这个了吗？这是虾膏，非常非常肥美的虾膏，这样做出的龙虾汁会很香。龙虾壳斩成小块，这样我们放入炒好的蔬菜中，充分的翻炒，让它的香气出来，把它放在这儿，切开，好，哇，很香甜。我们放在一边，一会儿我们要做意大利馄饨的里边的馅料，与蔬菜调料充分的结合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加入番茄酱1大勺，再来1勺，继续跟它炒。炒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经常的铲一下锅底，这样的话呢，它不容易扒锅。好了，我们加入白兰地，把我们刚才煮龙虾的水拿过来，略微没过一点以后，再多一点点的水量就够了，不用太多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火关小，让肉和汁在里边住，让把这肉的香味、香气全都融入到龙虾的汁里边。在煮龙虾汁的时候，我们准备一下意大利馄饨的馅料。我们先把龙虾肉打开，把它切成大粒的肉。我们刚才的茴香头，我们取很嫩的芯儿一点点，量大概呢是在龙虾肉的1/3的量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下边把意大利馄饨的馅料我们稍微进行调制一下，一点柠檬汁儿，鲜的黑胡椒碎，我们切一点欧芹，意大利的瑞可塔芝士1勺，把龙虾馄饨馅料充分的给它
搅拌均匀。我们加一点蚝油，其目的呢是为了增加它的鲜味，更加的好吃。不用太多，1勺就可以。下面呢，我们开始做馄饨的面皮。我们这块面已经醒好了，用擀面杖擀成薄片儿，大概擀的厚度呢是1元硬币的1半厚度就可以了。取一个很圆的模子，我们用手捏的薄一点，一会儿我们好蘸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拿一颗新鲜的西红柿，然后很随意的给它切成角，丢到我们的龙虾汁里边。我们来包我们的馄饨。一份漂亮的馄饨就好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锅，上面放一个细一点的漏子，拿过来，把龙虾汁倒到这里边，用你的勺子使劲的摁它，让它把所有的汁水全从龙虾的壳里边给它挤出来。我们把过好的龙虾汁进行调味，奶油2勺，等它充分给它煮开以后，海盐。这个时候我们把剩余的黄油，大概有5到60克的黄油全部放进去。当黄油全都融化到汁水里以后，我们就不要再煮了，把它离开火放在一边。好，我们做的水已经开了，我们把我们做好的意大利馄饨放到里面。这时候我们的馄饨好了，我们把它捞出来，放到我们的盘中，龙虾钳放到上面，馄饨上面，把做好的龙虾汁儿，把打好的奶沫浇在上面。